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正好是父亲节，所以在这边先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那今天我们要深入来看看你带来的这些资料，主题是台湾的基督徒父亲在这个时代变迁下，他的角色样貌，还有圣经是怎么看的。对，我们会聚焦在一篇叫做《从基督教视角看父亲角色的时代善变》，以台湾社会为例的文章，然后也参考一些其他的资料。好的，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可以帮你梳理出圣经怎么看理想的父亲，然后现在台湾爸爸们又面对哪些挑战，最后就是基督徒爸爸可以怎么样在现在这个多元社会里把信仰活出来。对，目标是这样。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了。这些资料里面提到圣经里理想的父亲形象，那个核心概念是什么？听起来好像不只是传统说的养家活口而已。没错没错，圣经里的核心概念主要是管家还有榜样。哦，管家跟榜样。对，特别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他直接就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把爸爸的角色定位在家庭的可以说是属灵引导者。属灵引导者，这人物很重耶。是啊，所以不只是给物质，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塑造。那个主的教训和警戒，具体来说，可以想成像诗篇127篇那边有个比喻，说儿女好像是箭袋里的箭。对，我知道那个比喻。然后父亲就像是勇士，要用从神来的智慧，好好的装备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可以成为神国合用的器皿。这个就有点像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神拣选他也是因为知道他会吩咐他的子孙后代遵守主的道。所以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不只是知识。对，是一种生命的信仰的传承。了解。那圣经描绘的是一个这么深度参与、积极引导的角色，这个理想跟资料里面呈现的台湾社会现在的爸爸们，那个实际状况落差大吗？老实说，落差还蛮明显的。怎么说？资料里有那个调查数据嘛，就显示说有高达93.3%的台湾爸爸，主要还是被定位在养家糊口者。哇，9乘3还是很高诶。对呀，但是再比如说教孩子功课啦，或者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啊，这些方面爸爸的参与度普遍都蛮低的，不到1/4。这数字听起来确实点出了可能养家跟实际育儿参与的失衡。那还有其他的发现吗？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就是父子之间的那个亲密感。亲密感？对，平均分数大概是68.9分。60几分，好像还可以，但也不是很高。对，就是说还可以，但空间很大。而且这也代表有超过30%的孩子觉得跟爸爸沟通其实是有困难的。沟通困难。另外就是，虽然政府政策有在推，比如说那个陪产假有变长嘛，对，有。可是实际上的使用率，可能因为公司的文化啦，或是爸爸自己可能意愿不是那么高，种种因素，还是远远低于妈妈请育婴假的比率。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还是在。没错，这个影响还是看得到。那这种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再加上整个社会变这么快，对基督徒爸爸来说，挑战肯定不小。那资料里有没有提到教会或者爸爸们自己可以怎么去应对？有的，挑战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角色的失衡，就是太偏重工具性，少了情感连结，然后可能就造成关系疏离。那资料里提出的核心应对方法是鼓励基督徒父亲去学习和实践所谓的仆人领导。仆人领导用在爸爸的角色上。对，就是把一般社会上对权柄、对领导的看法转化成一种服务，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个榜样。我懂了，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对，不是掌控，而是谦卑的去服侍、去引导家里的人。这个概念确实跟传统那种一家之主的威权形象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代表，要学习放下掌控，然后用爱当作桥梁。
要避免像以弗所书提醒的惹儿女的气，不要惹气。对，反而要学习用祷告、用耐心、用实际的陪伴去跟孩子建立关系。资料里也有提到，像有些牧者宋一鸣、宋达明牧师他们，就是很强调跟孩子建立真实的连结。听起来是心态上跟行动上都要调整。对，还有就是要鼓励爸爸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同时也是家里的属灵导师。终身学习属灵导师，可以参考像古罗马时期那种父亲就是老师的传统，透过比如说家庭祭坛啊，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啊，甚至可以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服事或者短宣队，把信仰生活化的传递下去。教会本身也能帮上忙吗？当然可以，教会可以办一些，比如说父亲成长的工作坊，父子可以一起参加的营会，或者是一些爸爸们的支持小组。也可以推动像那个儿福联盟不是有推333运动吗？有听过。对，就是鼓励每天至少陪孩子半小时，讲个故事玩一下之类的，这种很实际的行动。了解。那具体来说，一个基督徒爸爸要把这种仆人领导的理念真正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可以怎么做？我觉得重点就是把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不要把它们分开。结合。比方说，好好利用法律给的那个育儿假、陪产假，不要觉得那是损失，把它看作是神给的一个跟孩子建立关系、教导他们的宝贵时机。把它看成一个机会。对，然后在工作场合也要活出一个重视家庭的见证。这个本身其实就会对周围的环境、对公司的文化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职场做见证。还有就是要记得提摩太前书那边有提醒嘛，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对，这个看顾绝对不只是给钱、给物质而已，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守望跟引导。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用神的爱跟真理，把孩子的生命带到创造他的主面前。好的，非常谢谢。今天我们从你分享的这些资料里，一起探讨了圣经中理想父亲的样貌，也看到了现代台湾社会的一些真实状况和挑战。然后我们也聚焦在基督徒父亲可以怎么样学习耶稣的仆人领导，用爱、用榜样来回应这个时代，还有教会可以提供的支持。对，我们梳理的这些来自资料的看法，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或者是你的观察中，要去实践这种仆人领导的父亲角色，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或挑战可能会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想开始做出一点点微小的改变，那可以从哪一个具体的小的行动开始着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问题，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资料。不会，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